过去一年，有一只股票在美股市场中翻倍上涨，这又让无数投资者患得患失。它曾被称为加密世界的纳斯达克，又因为监管风暴和市场恐慌被人唱衰无数次。然而，它还在坚挺，甚至让人怀疑它到底凭什么这么值钱。那么，这只股票现在还能买吗？它的价格是否已经偏离了它的价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视频，我将带你深度解析 Coinbase 这家公司，从它的商业模式到它的财务结构，从监管风险到估值模型，一步步揭开这家 Web3 交易巨头的真实面目。本视频仅用于学习交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如果你对数字资产、金融科技或者美股投资感兴趣，一定要看到最后。我将构建完整的估值模型，并且结合市场预期，判断 Coinbase 当前的估值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今天这期深度视频，我会带你完整的了解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看 Coinbase 的股价表现。它究竟是暴涨暴跌的投资工具，还是 Web3 时代的新金融基建？接着，我们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从一个创业小平台如何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这里面有哪些关键节点不能忽略？然后我们会分析整个行业的格局和竞争事态，Coinbase 的护城河到底有多宽？它面对币安和 Robinhood 的夹击有没有胜算？第四部分我们会深入 Coinbase 的盈利模式，看看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以及它的盈利模式是否可持续，有没有明显的陷阱和天花板。第五部分紧接着是公司的基本面分析，我们会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表、利润表等角度拆解它的财务健康状况。第六部分是本片的亮点之一，我将用 AI 辅助构建一个简易版的现金流折现模型，看看 Coinbase 目前的估值是否合理，是不是还有上涨的空间。最后，我会分享一些个人的观点和投资思考，希望能为你在 Coinbase 的投资上提供一个参考视角。虽然视频较长，但是每一部分都经过精心设计，信息量密集，逻辑清晰。你可以按需跳转，但是我建议你从头看到尾。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 Coinbase 的视频，更是对加密金融生态的一次深度透析。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章：Coinbase 的股价表现。如果你只看价格图表，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只典型的加密货币风暴股，涨起来猛如虎，跌起来惨如熊。但实际上，Coinbase 股价的背后隐藏的是它在市场监管和宏观环境下之间不断博弈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就来系统拆解一下它的历史表现和背后的逻辑。过去一年，Coinbase 的股价上涨了31%，而同期标普500仅上涨了约10%。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到过去3个月，涨幅更是高达62%。是什么在驱动这波行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几大催化因素。第一是天才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标志着美国参议院首次为美元挂钩稳定币设立了全面的监管框架。这不仅仅为 Coinbase 提供了法律确定性，也激发了其 USDC 稳定币业务的增长，并且推动了 Coinbase 股价约16%的上涨。这次 Coinbase 被正式纳入标普500指数，标志着大量被动资金将开始配置其股票，带来了持续的买盘支持。同时，Coinbase 与 SEC 的监管纠纷出现缓和，市场信心回暖。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呢？Coinbase 的上市并不是通过传统的 IPO，而是通过 DPO 上市的。其中文名称为直接上市。Coinbase 于2021年4月14日通过 DPO 直接上市。与传统 IPO 不同，公司在 DPO 直接上市的过程中，并不发行新股，也没有传统的投行承销商，它只允许公司现有股东挂牌交易公司已经发行的股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首先，Coinbase 并没有通过上市获得额外的融资，这表明 Coinbase 在当时上市时拥有充足的现金流。其次，DPO 的上市方式更加市场化，股票价格完全由供需博弈决定，没有传统投行这一定价中介提供的缓冲带。正因为此，Coinbase 的上市价格波动空间巨大，高波动从一开始就写进了它的基因里。所以，如果你看到 Coinbase 的股价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下跳动，千万不要惊讶，因为它本来就是在没有传统投行的保护网中出生的。Coinbase 的上市当天，堪称币圈纳斯达克登场的高光时刻。股票交易所为其设定的参考价格是$250，这个价格并不是真实的成交价，而只是一个起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设定的参考价远低于上市之前私人市场上$350的成交价。换句话说，股票交易所并不看好 Coinbase 的上市。但是令所有人震惊的是，其开盘交易价高达$381，比参考价瞬间涨了52%，市值直接冲到了$996亿。更夸张的是盘中走势，
最高一度飙升至429美元，涨幅接近72%，一度让 Coinbase 的市值突破了1120亿美元，几乎能赶上老牌银行了。当然，高潮过后是回调，当天最低跌至310美元，最终收盘于328美元，依然比交易所提供的参考交易价上涨31%，市值约为855亿美元。上市当天，Coinbase 的成交额仅次于特斯拉，是全美市场最活跃的股票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比特币当日价格也创下了新高，突破6.4万美元，市场情绪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这一刻，Coinbase 不仅仅是一只股票，而是市场对数字货币信仰的象征。投资者不是在买股票，而更像是在下注下一个时代的金融入口。如果你今天才看到 Coinbase 的股价在300美元附近，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一直这么稳健，但实际上 Coinbase 的股价走势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每一段波动背后都是一次行业的洗礼。我们可以把这个旅程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1年市场高热与泡沫出现期，第二阶段是2022年监管收缩与行业危机期，第三阶段是2023年至2024年监管博弈与业务复苏期，第四阶段就是今年2025年，Coinbase 被正式纳入标普500指数，成为主流资金配置的标的。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每一个阶段 Coinbase 股价的波动。2021年是 Coinbase 成为华尔街宠儿的起点，也是它首次被市场情绪推上风口浪尖的一年。刚上市的 Coinbase 恰好踩在了比特币和加密资产牛市的尾巴上，当时市场情绪高涨，几乎没有人质疑 Coinbase 的估值，投资者蜂拥而上抢购 Coinbase 的股票。就在这种狂热中，Coinbase 的股价在2021年11月冲上历史高点357美元。但好景不长，随着加密市场的整体降温，比特币大幅回调，NFT 泡沫出现，Coinbase 很快迎来了漫长的下行周期。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风险资产估值全面承压，Coinbase 的股价也开始从神坛滑落。正所谓热钱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散户热情的消退，交易量急剧萎缩，机构开始陆续减持，Coinbase 的股价悄然下探。到了年底，Coinbase 的股价已跌至约200美元，短短几个月内市值蒸发超40%。这一年，市场开始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Coinbase 到底是加密货币市场的纳斯达克，还仅仅是一个加密版的 Robinhood？2022年对 Coinbase 来说是一场监管与信任的双重危机。这一年，Coinbase 面临的第一次重击来自于美国证监会 SEC。在2022年7月，Coinbase 因为涉嫌上线未注册证券被 SEC 调查。这条消息一出，市场立刻用脚投票，Coinbase 股价单日暴跌21%，比特币同步跌破2.1万，投资者信心瞬间崩塌。对于一个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的交易平台来说，被美国证监会盯上，几乎等同于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一年的第二季更加致命。2022年11月，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崩盘，连带引发了整个加密生态系统的信用崩坏。Coinbase 虽然与 FTX 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但是作为同赛道的最大正规军，它成为了市场宣泄恐慌情绪的出口。股价一路跌到35美元，市值仅剩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低。对比一下，一年多前，Coinbase 还曾被赋予数字纳斯达克的梦想，而如今却连稳定平台的信任都难以维系。这也是 Coinbase 从高光跌入黑暗的转折点。在经历了2022年黑天鹅之后，Coinbase 并没有倒下，而是开启了艰难而坚定的反击。第一轮博弈继续来自美国证监会。2023年6月，美国证监会对 Coinbase 正式提起诉讼，指控其非法经营交易所与销售未经注册的证券。当天市场一片哗然，Coinbase 的股价一度大跌15%，仿佛又一次回到了信任崩塌的边缘。但是这一次结局不一样。Coinbase 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选择应诉申辩，提交合规报告，正面迎战监管机构。这一年的第二个爆点，则来自于 Coinbase 业绩的彻底反弹。2024年，Coinbase 全年营收高达65亿美元，同比增长106%，利润为26亿美元，彻底摆脱了亏损，正式扭亏为盈。特别是在第四季度，财报远超市场预期，直接点燃了投资者的情绪，推动股价全年上涨高达112%，达到了304美元。也就是说，Coinbase 用2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被监管围攻的加密难民到盈利能力爆发的美股明星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也不再是那个追随加密行情起落的贝塔资产，而是开始构建自己的阿尔法趋势。如果说2023年到2024年
是 Coinbase 从危机中爬起来的复苏期。那么2025年就是它真正进入主流资本视野的一年。2025年5月，Coinbase 代替出局的 Discover 被正式纳入标普500指数。这一变动背后，首先代表着机构投资者对 Coinbase 长期价值的认可。其次，随着 Coinbase 被纳入标普指数，被动基金将被迫大规模买入其股票。公告发布当天，Coinbase 股价盘后上涨10%，但市场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同样，在2025年第一季度，受到特朗普政府的税改和加密市场降温的双重影响，Coinbase 的股价一度暴跌31%，最低跌至172美元。不过，随着第一季度的财报公布，营收达到20亿美元，同比增长24%，股价再次反弹至207美元，说明市场依然试图在高波动中寻找对 Coinbase 股票的基本面锚定。更重要的是，Coinbase 开始买，也就是在2025年5月，公司宣布以29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加密期权交易平台，正式进军衍生品业务。这一步是在弥补自身产品的短板。Coinbase 从现货交易平台升级为全产品线的加密金融中枢。换句话说，Coinbase 不再只是加密世界的券商，它正在试图成为期交所加银行加钱包的综合体。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儿，回顾一下 Coinbase 这家公司是如何一步步从加密小作坊走到今天的行业龙头地位的。它的成功绝非一夜暴富，而是一步一脚印在合规与产品之间反复试探、博弈前进的结果。故事从2012年开始。2012年，Coinbase由 Airbnb 工程师布莱恩·阿姆斯特朗和高盛前交易员弗雷德·艾尔萨姆共同创立。他们一开始只想解决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普通人怎么花钱购买比特币。2015年1月，Coinbase 建立了全美第一家获得正式牌照的比特币交易所。这一步是决定性的，它将币圈的地下交易第一次搬上了阳光大道。2017年1月，Coinbase 又成功通过了纽约州金融服务部的审查，拿到了合规牌照，让它在美国东岸合规体系中站稳了脚跟。2021年4月14日，Coinbase 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Coin，开盘价为381美元，一度被市场誉为 Web3的纳斯达克。2022年5月，Coinbase 正式向所有用户开放 NFT 交易平台，进入 Web3文化经济新战场。尽管最终效果一般，但是展现出了其战略前瞻性。2023年12月，Coinbase 获得了法国金融监管局的批准，成为合规虚拟资产服务商，这标志着它迈出了全球合规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Coinbase 被正式纳入标普500指数，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入选该指数的加密行业公司。这是它从创业公司蜕变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最终成人礼。从2012年的创业到2025年的标普500，Coinbase 用13年的时间走完了传统金融公司可能要花30年才能走完的路。接下来的问题是，Coinbase 是如何赚钱的？它的护城河在哪里？它的盈利模式又是否可持续呢？时至今日，依然很多人认为 Coinbase 只是一个可以购买虚拟货币的网站，但实际上它的业务早已超越了交易所的范畴，构建了一个涵盖客户、机构、钱包、NFT 的完整生态系统。我们来逐个拆解。Coinbase 的第一大业务是加密货币交易，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儿。Coinbase 支持超过120种加密货币的买卖，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转账、信用卡、借记卡、PayPal 等方式入金，极大降低了交易门槛，吸引了大量的普通投资者。Coinbase 的第二块业务是钱包服务，用户可以选择使用 Coinbase 的数字钱包储存自己的加密资产，不仅支持在线储存的热钱包，还允许绑定离线保管的硬钱包，强化了资产的安全性。第三块主要业务是机构服务。Coinbase 不是只做零售端业务，它还包含专门的对接企业的部门，为机构提供 OTC 场外交易、质押托管等服务，满足资产管理和大宗交易的要求。这块业务也帮助 Coinbase 逐渐在监管层面构建了更强的信任感。第四块业务是 NFT 交易平台，虽然在营收中占比不大，但是 NFT 是一个战略性窗口。Coinbase 在2022年推出了 NFT 平台，探索 Web3文化产业的新模式。即便项目表现平平，但是也展现了 Coinbase 延展的野心。目前，Coinbase 是美国最大、全球知名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拥有6800万实名认证的用户，业务涵盖全球100多个国家，交易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级别。毫不夸张地说，在许多国家，Coinbase 就等同于加密货币市场的入口。
要理解 Coinbase 的商业逻辑，我们必须先看看它所在的战场长什么样。加密货币交易所，简单的说就是买卖数字资产的平台，但这个市场远比你想象的复杂。我们可以把加密货币交易所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中心化场所 （CEX），这是大多数人最熟悉的类型，由公司运营，平台提供账户、撮合交易、资金托管等一站式服务。Coinbase 就属于这一类。2024年，这类平台占据了全球加密交易市场90%的份额，是当之无愧的主导力量。主要玩家包括币安、Coinbase、Robinhood 等，其中币安保持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2025年4月，其全球市场的份额为41%，但其用户多集中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而 Coinbase 则拥有全球6.9%的市场份额，主要扎根于美国本土，与监管深度绑定，走的是一条合规的道路。而第二类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为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DEX），这类平台不依赖于中介，完全由智能合约驱动，用户资产自动托管，匿名性也强，但是缺乏监管的保障。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增长迅猛。其在2024年初仅占9.3%的市场份额，但是到了2025年已经突破了25%的市场份额，对传统交易所的地位形成了挑战。所以我们看到 Coinbase 面对的是一个双面战场，一边是强敌林立的中心化交易所，尤其是像币安这样的全球巨兽，另一边是不断蚕食交易流量的去中心化交易所。那么问题来了，在竞争激烈的加密交易所大战中，Coinbase 究竟排在哪里呢？全球来看，Coinbase 的市场占有率大约为7%，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惊人，但是请注意，它处理的基本都是合规的、干净的钱。Coinbase 是美国最大、最主流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占据美国现货交易总量的60%到70%。同时，它持有最多的合规牌照，接受众多监管机构的检查，拥有最多的实名认证用户，大多是美国本土用户。这就意味着 Coinbase 享有强大的合规红利，在越来越收紧的监管时代，Coinbase 拥有先发优势。同时，Coinbase 的用户粘性极高，美国用户偏好使用受监管、可追溯的交易平台。同时，Coinbase 也被机构投资者信任，大型基金、养老账户、ETF 开发商更倾向使用 Coinbase 作为基础设施。那 Coinbase 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呢？如果说 Coinbase 是美国合规市场的王者，那么币安就是全球交易市场的霸主。它于2017年在中国成立，很快就将总部迁至马其他等地区，采取了监管套利的全球布局策略。其核心交易平台为 Binance.com，拥有几乎所有的主流货币、期权、杠杆、质押等复杂的交易功能。币安一度掌握了全球41%的市场份额，其交易深度、币种丰富程度、费率优惠力度都让它在这个市场无出其右。但是自2019年起，美国监管机构开始盯上了币安，指出其在没有获得任何美国金融牌照的前提下，却允许美国用户交易，这是越界经营。最终，币安被禁止向美国用户提供服务。为了不放弃美国市场，币安设立了子公司 Binance.US。在法律上，其独立于币安母公司，但其背后依然由币安母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并且持有部分股份。Binance.US 是一个缩水版的合规平台，其支持的币种少，没有杠杆合约，不支持多数衍生品交易。由于其功能受限、品牌分裂等问题，其美国市场的份额从高点的20%跌到如今的4%到5%，这给了 Coinbase 巨大的生存空间和战略定价权。所以从全球来看，目前的币安是 Coinbase 打不过的对手，但是在美国市场，Coinbase 的合规优势就像一座城墙，即便功能不多，手续费更高，但依然能守住大本营。除了币安，Coinbase 在美国市场还面临一个非常特别的竞争对手，那就是 Robinhood。如果说币安是来自全球市场的庞然大物，那么 Robinhood 则是从美国散户圈打进来的轻量级对手。截至2025年2月。Robinhood 在美国加密货币现货交易市场的份额大约为9%，相比于 Coinbase 60%至70%的市场份额，依然有明显差距。但是在年轻用户群体中，Robinhood 深受欢迎。Robinhood 的打法非常直接，它不依靠交易费赚钱，而是靠订单流变现。这种策略吸引了大量的新手用户，尤其是那些从股票交易顺滑过渡到加密交易的 Robinhood 一代。但是它的短板也很明显，它的币种选择十分有限，没有专业化的交易工具，缺乏机构服务和深度托管产品，所以 Robinhood 更像是入门级的 APP，而非完整的加密金融平台。总体来看，Robinhood 更像是 Coinbase 的用户漏斗入口，帮助加密货币交易行业吸引新人。
一旦等这些用户深入参与到加密货币市场之后，他们将最终流向 Coinbase。如果你对 Robinhood 也感兴趣，之前做过一个专门分析它的视频，欢迎点击查看。了解一家公司能不能赚钱，最终还是要理清它的钱从哪里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系统拆解一下 Coinbase 的盈利结构，看看它的造血能力到底强不强、稳不稳、能不能持续。根据 Coinbase 的最新财报，它的收入结构大致分为3类。第一是交易手续费收入，占总收入的60%左右，是最传统也是波动性最大的一部分。第二类是订阅与服务收入，占比约为35%，包括质押、托管、利息等非交易性收入。第三是其他类收入，大约占5%左右，主要来自于 NFT、API 收费或者是偶发项目。从结构上来看，Coinbase 正尝试从吃手续费过渡到靠卖服务赚钱的过程当中，这一转型趋势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先来看第一项收入，交易手续费。Coinbase 向用户收取交易手续费，每次在买卖加密货币时，无论是否盈利，客户都需要向 Coinbase 交纳一笔平台费。尤其是在牛市当中，交易活跃、用户疯抢，手续费像是 Coinbase 的印钞机。比如说，在2021年，这部分收入占比高达86%，几乎是全公司的命脉。但是到了2025年的第一季度，这一比例下降到62%。虽然比重下降，但是依然是 Coinbase 的第一大收入来源。这也意味着 Coinbase 对市场情绪的依赖依然很强，牛市是暴利，熊市就有可能是亏损。下面我们来进一步拆解 Coinbase 的交易手续费收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会看到它的盈利模式表面上看起来稳健，但其底层结构是高度集中的，并且极易受到市场情绪波动的影响。先来看用户结构，Coinbase 的散户交易量只占了18%，但是却贡献了87%的交易手续费。散户支付的费率一般在0.5%至1.49%之间，远高于机构。而机构虽然贡献了高达82%的交易量，但其手续费率极低，往往只有0.1%。换句话说，Coinbase 的核心收入完全依靠散户，机构更多的是维持流动性和生态稳定性。再来看看币种分布，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交易量最大、最受关注的两种加密货币资产，合计占比超过50%。但是它们的交易频率不高，手续费占比也相对较低。真正给 Coinbase 赚钱的是一些流动性强且交易频繁的非主流货币，它们只占了43%的交易量，却能贡献高达55%的手续费收入。这就是 Coinbase 所谓的高频币外加高费率用户的双高收入模型。这一结构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这使得 Coinbase 的盈利高度依赖于两件事：一是散户的情绪，只要市场冷清，零售交易就会骤降；二是山寨币的活跃程度，很多山寨币的热度是周期性的，爆炒之后立刻归零，所以会导致 Coinbase 的收入断崖式下跌。总结一下，Coinbase 至今最赚钱的业务模式看起来是技术平台，实际上却是情绪平台。它赚的是用户情绪波动的收入，而不是像传统银行那样靠稳定的净息差或者服务赚钱。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Coinbase 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也是近年增长最快、最被华尔街看重的一部分，订阅与服务收入。这部分收入不依赖于用户的频繁交易，而是来自于平台托管资产的利息收入、用户参与质押获得的链上奖励抽成、订阅用户带来的稳定收入，以及机构托管和清算服务的费用。本质上，这是一个利息加服务费加资产管理的复合模型。为什么这部分收入特别重要？因为它的周期波动性远低于交易手续费，而且增长快速。2023年之后，这部分收入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60%，在熊市之中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为估值模型提供了抗压支撑。说白了，如果 Coinbase 要从吃行情的交易平台升级为金融基础设施，那么订阅加服务就是它的核心武器。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看看 Coinbase 的订阅服务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占比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稳定币利息收入，占总服务收入的39%。Coinbase 早期与 Circle 合作发行了稳定币 USDC，这是全球第二大稳定币。虽然后来 Coinbase 退出了 USDC 的发行与管理，但是 Coinbase 依然保留了分红权。每当用户把美元换成 USDC，这些资金就会被存入储备金账户，并且被用于投资短期国债等高信用资产。Coinbase 从这些储备金的利息中提取65%的收益作为收入来源，稳定币利息收入极具周期对冲性。比如说，在2022年的熊市当中，Coinbase 的交易手续费大跌，但是这部分利息收入反而逆势增长了40%，成为了平台盈利的压舱石。
值得一提的是，Coinbase 可以获得稳定币 USDC60%以上的总收益，而 USDC 的发行方 Circle 仅能获得35%的收益分成，这也使得 Coinbase 的获利能力极强。简单一句话总结，Coinbase 靠 USDC 稳定币的利息赚钱，在加密货币的寒冬中照样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这是 Coinbase 抵抗经济周期的重要现金奶牛。我之前也曾经制作过一期详细介绍稳定币 USDC 和它发行公司 Circle 的视频，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击查看。在 Coinbase 的订阅与服务收入中，排名第二的板块是区块链质押收入，占比高达32%。那这部分收入是怎么来的呢？本质上，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记账系统。那么谁来负责记这本账呢？最初像比特币用的是工作量证明的方式，也就是靠拼算力、拼电力，谁算得快谁记账。但后来以太坊等主流新链纷纷转向权益证明的机制，权益机制运作的逻辑很简单，谁质押的代币多，谁就有资格参与更多的记账。这些质押者记账准确就会获得奖励，记账造假就会被惩罚。区块链会自动给成功记账的用户发行新的代币作为奖励。如果记账不认真甚至作弊，系统就会罚钱，扣掉质押者的部分质押资产。而 Coinbase 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中介，帮助用户把他们拥有的数字货币质押到区块链上，并且参与记账验证，并从客户的记账收益中收取服务费与分成。这就是 Coinbase 区块链质押收入的来源。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 Coinbase 上质押了10个以太坊币，以参与以太坊区块链的记账，Coinbase 会代表你参与记账验证。按目前网络的平均回报率，你一年大概能够获得3%至5%的以太坊奖励。Coinbase 会从这部分奖励中抽成25%至35%，而剩下的部分才归你。除此之外，Coinbase 也学习 Apple 和 Netflix，搞起了订阅制会员。它推出了一个名为 Coin One 的会员服务，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基础版，一个是高级版，月费从4.9毛9到29.9毛9美元不等。你可能会问，这个会员能干嘛？首先，会员交易的手续费打折，最高可以减掉50%，还能拿到4.5%年化的 USDC 利息收入，甚至还可以获得免费的 NFT 铸造权限。别小看这个模式，目前它的用户已经突破了60万人，光订阅费就为 Coinbase 带来了9100万美元的收入。而且这还不止，Coinbase 还在收购全球最大的加密期权平台之后，推出了一个针对期权交易者的高级订阅套餐。年费起步是3000美元，主打提供波动率指数和做市商工具的服务。如今的 Coinbase 已经开始变为卖工具、卖会员、卖订阅的平台型公司。Coinbase 还打造了一个专门面向机构托管与金融服务的平台，这不是简单的冷钱包保存，而是高资产级别的金融服务。Coinbase 向这些机构用户收取资产托管的年费，通常是0.2%到0.5%，听起来不多，但是你知道它托管了多少资产吗？到2024年第四季度，管理资产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200亿美元，单季度托管收入高达4300万美元，同比增长36%。这种需求为什么猛增？这主要得益于数字货币 ETF 的发行。从2024年开始，比特币现货 ETF 正式发行，贝莱德、富达等这些金融巨头要做虚拟货币 ETF，资金也需要有地方存放，Coinbase 就成为了他们的钱管家。光 ETF 托管这一块儿，就给 Coinbase 带来了90%的同比增长。而托管只是第一步，Coinbase 还给这些机构客户提供了高级经济服务。你可以将其理解为虚拟货币的后台交易系统，涵盖了融资融券、大宗撮合、跨交易所结算等复杂的金融功能。2024年第四季度，这块服务的收入也刷新了新高，达到了6600万美元。总结一句话，Coinbase 已经不只是加密交易所，而是一家加密领域的高盛加美林，一边是散户的订阅服务，一边是机构托管的红利，双轮驱动，高端稳定。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Coinbase 订阅与服务收入对其盈利模式带来的提升。第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Coinbase 的交易佣金收入高度依赖于市场热度，牛市火爆，而熊市就会一蹶不振。但是服务收入不一样，它大部分来自于固定费率或者利息类现金流，波动非常小，预测性极强，哪怕行情再差，Coinbase 也能照样收到账单上的那份钱。第二大优势就是超高的毛利率，像质押抽成、USDC 利率、托管服务这些收入几乎不怎么占用运营成本，毛利高的吓人。而 Coinbase One 这样的订阅产品，毛利率更是轻松飙到70%到80%。
第三点就是这部分收入正在重塑华尔街对 Coinbase 的估值逻辑。从2023年开始，华尔街的分析师正开始集体修正对 Coinbase 的认知。之前大家都认为它只是靠交易手续费吃饭，结果一扒财报才发现，它其实隐藏着订阅与服务收入这样一台印钞机。过去几年，这部分收入增长是最快的，波动是最小的，也是最抗周期的。这直接改写了华尔街对 Coinbase 的认知。而且这部分收入还可以帮助 Coinbase 抵抗熊市。以前当行情不好时，用户不交易，Coinbase 的手续费收入就会断崖式下跌。但服务收入能够依靠订阅、托管、质押照样稳定进账，帮助 Coinbase 构建了一个可预测、可持续的现金流。同时，这部分收入也帮 Coinbase 锁定了客户。当客户订阅了 Coinbase One 会员，会把虚拟货币托管到 Coinbase 后，用户就很难离开平台了。最终，他们会变为平台的粘性资产。所以，订阅与服务收入不是简单的优化了 Coinbase 的收入结构，而是对其估值模型进行了重构。Coinbase 的第三块收入来源，其目前体量最小，但未来潜力最大的部分，占据比例约为5%。这部分中有3个小模块，让我们一一来拆解。第一是 API 服务，这项服务实际上是向开发者和企业提供的交易接口，Coinbase 从中收取调用费用。只不过这项服务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第二是虚拟艺术资产相关的服务，虽然整个虚拟艺术资产行业的热度正在逐渐降低，但 Coinbase 依然通过交易手续费和与创作者分成获得了小规模的收入。目前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它在 Coinbase 的生态体系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未来一旦热度回归，可能迅速增长。第三部分才是重头戏，Base 网络。Base 网络是 Coinbase 建立在以太坊之上的扩容网络，定位类似于以太坊的收费支线。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Base 网络上的资产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亿美元，生态初具规模。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 Coinbase 整个估值体系中最具想象力、最具弹性的一部分。接下来，让我们再探究一下 Coinbase 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与挑战。合规是 Coinbase 的护城河，你可能想象不到，在加密行业最不合规的印象背后，Coinbase 竟然是最合规的那一个。它拿到了美国虚拟货币全品类的金融执照，甚至在2024年直接成为了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主要托管方。背后有8只 ETF、1000亿级别的资产，拥有一大票机构资金的持续流入。在全球范围内，Coinbase 也不是光说不做，在欧盟通过爱尔兰注册电子货币机构，在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获得本地牌照，甚至在香港设立了子公司 Racing Star，为机构客户提供合规托管和交易服务。Coinbase 不只是讲故事，而是在一步步用真实的合规能力绑定了那些真正有钱、有耐心、有策略的机构客户。Coinbase 的第二项优势就是其提供的资产安全保障。很多人不知道，Coinbase 能做到资产几乎零事故，是因为它建立了双重防护体系。第一道防线是全方位的用户身份验证系统，不但实名制，所有交易行为背后都能实时追踪资金流向。一旦有可疑动作，系统会自动预警，冻结账户，有效遏制了洗钱和黑客攻击。第二道防线则是冷钱包托管机制，这是一套完全物理隔绝的安全方案。冷钱包是什么？通俗来讲，就是脱网储存，私钥不接入互联网，黑客连入口都找不到。相比于热钱包容易被攻击，冷钱包几乎就是数字资产的地下金库。Coinbase 的托管服务就是把大部分机构客户的资金放入这种离线硬件保险库里，还专门设立了全天候监控机制，确保每一笔大额资金调动都有双人验证。Coinbase 的第三项优势就是收入结构稳定，更抗风险。其他交易平台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币圈的行情涨跌，而 Coinbase 不一样，它正在试图甩掉交易手续费依赖症。来看看对比数据，Coinbase 只有65%的收益来自于交易，其他35%的收入来自于订阅和服务，这部分是稳定现金流。而相比之下，币安80%的收入还是依靠交易，剩下的是周边产品。而对 Robinhood 而言，交易收入高达90%。换句话说，一旦币圈行情下跌，Robinhood 和币安有可能会直接跪掉，而 Coinbase 还能依靠其服务稳住。而且 Coinbase 这套组合拳还吸引到了最挑剔的一类投资者——机构投资者。Coinbase 的客户都是合规偏好型的散户和机构，相比之下，币安的用户画像则更加激进，是喜欢高杠杆、跑得快的新兴市场用户。Robinhood 则更加偏向于年轻散户。通过这样的对比，谁能穿越周期赢得大客户？答案一目了然。但是另一方面，监管是 Coinbase 最大的风险来源。别看 Coinbase 是合规的模范生，但是它和美国证监会的拉锯战曾经持续过好多年。
2023年6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式起诉 Coinbase，理由很直接，指责 Coinbase 不是证券交易所，却在偷偷干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起诉文件中列举了以下几条罪状：首先，Coinbase 在没有牌照的前提下经营证券交易平台，同时 Coinbase 未经批准提供质押服务。SEC 还指责 Coinbase 在没有拿到牌照的情况下，提供了经纪商和资金结算服务。说白了，SEC 的态度就是你不能一边吃着合规的红利，一边干着灰色地带的生意。这也意味着，只要官司一天没解决，Coinbase 的核心业务就悬着一把刀，而这正是投资者最害怕的不确定性。从2023年夏天开始，Coinbase 就与 SEC 正面交锋，矛盾的核心只有一个：到底有多少加密货币本质上属于证券？SEC 的立场极其明确，他们认为很多代币都符合证券的定义，因此必须纳入1933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监管范畴。而 Coinbase 则坚决反对，甚至公开表示，SEC 既没有清晰的标准，也从未制定任何适用于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规则。整个执法过程不仅缺乏合法性，更是严重违背了正当程序。这场监管拉锯战从2023年中一路延续到2024年初，Coinbase 发起了全面抗辩，尝试在法律上推翻 SEC 的逻辑。进入2024年春天，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受理了 Coinbase 的动议。听证会上，法官多次质疑 SEC 是否具备清晰的执法依据，也就是说，连法院都开始对 SEC 的监管方式产生了怀疑。到了2025年1月，情况出现了转折。美国第三巡回法院判定 SEC 并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要求 SEC 对其监管立场进行重新评估。虽然这并不意味着 Coinbase 一定会赢，但是它至少证明了 SEC 的行为也未必站得住脚。这一系列的法律进展正在重新定义美国的加密货币市场监管边界。而 Coinbase 就站在风暴的最中央。剧情在2025年2月突然反转，就在大家都以为 SEC 会死咬不放的时候，SEC 居然主动撤诉了。注意，不是暂缓，不是技术性搁置，而是彻底放弃。2025年2月27日，SEC 宣布撤销对 Coinbase 的全部民事诉讼，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分配政策与司法资源。SEC 不再追究 Coinbase 提供交易虚拟货币和质押服务的行为，而这次撤诉带了个关键的标签儿，那就是有约束力撤诉。这意味着 SEC 以后不能因为同一件事再次起诉 Coinbase。对 Coinbase 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Coinbase 在当天直接对外官宣我们赢了，投资人也用脚投票，股价当天暴涨12%，帮助 Coinbase 直接脱离了监管泥潭。除此之外，Coinbase 的收入结构中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虽然 Coinbase 早就意识到不能依靠交易费吃饭，努力把订阅和服务收入比例拉升到35%，但是别忘了，它还有超过一半的收入依然要依靠交易手续费撑着。这意味着只要币圈行情一冷，Coinbase 的收入会立刻断崖式下滑。2022年熊市那一波最能说明问题。高峰时 Coinbase 的季度收入有25亿，转眼间就剩不到6亿，直接蒸发70%。更夸张的是，2021年到2023年期间，Coinbase 的股价和比特币几乎是连体婴，一起涨一起跌，短期关联率高达0.85。这意味着比特币涨 ，Coinbase 吃香；比特币跌，Coinbase 遭殃。这种模式像赌场抽水，行情好时赚翻了，但是行情差时也跟着一起沉船。虽然现在 Coinbase 的订阅与服务业务已经逐渐成型，和比特币的长期关联性降到了0.35，但本质上 Coinbase 依然摆脱不了币圈行情是其营收晴雨表的窘境。这就意味着 Coinbase 是一家典型的周期股，波动剧烈，难以提供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这对投资者来说是机会也是风险。同时 Coinbase 的另一个隐患就是它把大部分业务都压死在了美国市场上。Coinbase 有多达85%到90%的收入都依靠美国本土用户，这就意味着它几乎是一家公司服务一个国家。但偏偏美国又是全球监管最严、官司最多、合规成本最高的市场，很多公司恨不得绕着走，但 Coinbase 却死抱着不放。这当然不是 Coinbase 不想全球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商业模式并没有真正跑出 Plan B。欧洲市场才刚刚起步，亚太市场还受到政策限制，真正能够代替美国市场收入的海外市场几乎等于零。所以一旦美国监管环境再起风波， Coinbase 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批被掀翻的倒霉蛋儿。换句话说，它现在的商业模式就像一个人单脚站在高空的钢丝上，下面没有安全网，一阵风吹来就有可能翻个底朝天。但比起监管， Coinbase 还有一个藏得更深的风险，技术与安全问题才是真正让用户1秒钟卸载的致命伤。
加密货币平台最大的敌人不是熊市，而是宕机，是黑客，是用户账户里的钱突然显示为零的那一刻。我们来翻一翻 Coinbase 的黑历史。2021年，他就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 SMS 验证劫持攻击，黑客绕过短信验证码，直接洗劫了至少6000个用户的资产，具体金额至今尚未披露。同时，从2020年到2023年，每次币圈疯涨或者崩盘， Coinbase 几乎必宕机，交易卡死，账户无法登录，下单失败，就是那种行情刚拉爆，你点了卖出，但是系统回你404的窒息感。甚至有一次，用户账户莫名其妙的显示余额为零，虽然后来被证实是 bug， 但是你想想，这种 bug 出现在币圈交易平台上，是不是比跳水还惊悚？而更严重的是，当真的出现黑客攻击或平台漏洞的时候，Coinbase 对用户资产的安全责任通常是模糊的，用户并不知道平台是否会赔偿，赔多少，多久赔，只知道钱不见了。所以问题不是出 bug， 而是当 bug 来的时候，Coinbase 能不能兜得住？同时，投资者也不要以为把资产放在 Coinbase 就等于把钱存在了银行。真遇到风险的时候 ，Coinbase 不一定会赔付，甚至它可以合法不赔。第一， Coinbase 在使用条款中明确写道，如果平台遭遇了攻击、系统崩溃、协议漏洞，造成资产损失，那么 Coinbase 保留最终解释权。翻译过来就是赔不赔看 Coinbase 的心情。第二，别拿银行存款有保险那一套想当然。你在 Coinbase 里的资产不受美国 FDIC 存款保险保护，它不是银行账户，而是你自己承担风险的数字钱包。这就导致一旦出现大规模盗币、热钱包被黑或者系统故障导致资产归属不清楚的时候，整个赔付流程也会极其混乱。更严重的是， Coinbase 的托管业务目前已经管理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机构加密资产，一旦出现安全事件，不仅是用户和散户，连华尔街也要炸锅。这不再是平台亏点钱的事情，而是能撼动整个金融市场的灾难级事件。所以投资者不能只盯着 Coinbase 眼下赚了多少钱，涨了多少，要问一句，这家公司真的能扛住一次黑天鹅吗？分析了这么多，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已经对 Coinbase 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下面让我们转入基本面分析。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Coinbase 背后的股东江湖。第一眼你就会发现，这个公司背后坐着一堆大佬，机构持股比例高达32%，名字列出来有 ARK、BlackRock、Vanguard， 全是顶级长线资金。这说明什么？说明 Coinbase 不只是一家炒币平台，它在加密科技圈子里有点核心资产的意思。同时，公司的创始人团队也没有完全退场。Coinbase CEO 联合创始人 Brian Armstrong 依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内部人整体持股比例约为10%。这意味着高管团队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既不像 Web3 那种一轮一轮套现走人，也没有形成一家独大的超控股结构。而最有意思的是第三类，公众持股比例也接近25%，这就是说这家公司有将近1/4的股份分散在无数的散户和普通投资者手中。这种结构的好处是流动性强，容易交易，但也意味着股价会被市场情绪影响得更大，涨得快也跌得猛，很有可能比特币一跌， Coinbase 就要立刻跟着跳水。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 Coinbase 有少量的国有机构持股，但更多的是形式性持仓，因为其比例只有 0.02%， 说明美国政府并没有把 Coinbase 当成系统性金融基础设施来控股。所以总体来说， Coinbase 是一家典型的市场化、高透明、机构主导但不过度控股的公司。这种结构虽然让它的股价波动巨大，但是也留下了充足的博弈空间。这张图展示了 Coinbase 从2020年到2024年的总营收变化。2021年，这家公司站上了历史巅峰，全年总营收接近80亿，直接把很多老牌金融机构甩在了身后。这不是运气，而是踩对了时代的风口。那年比特币突破6万，以太币也冲到了4000，整个加密世界陷入了狂热，用户活跃度飙升，手续费水涨船高， Coinbase 仿佛变成了一个数字印钞机。如果说2021年是 Coinbase 的巅峰时刻，那么2022年和2023年就是它狠狠摔跤的2年。营收从78亿美元断崖式跌至32亿，2年跌幅超55%。这不是正常的回调，这是整个行业的坍塌。同时，比特币也从高点回撤75%，市场进入一场寒冬，交易量锐减，散户跑得比谁都快。SEC 和各国监管也开始紧锣密鼓的收网， Coinbase 首当其冲，活动骤减，
但好消息是，2024年拐点来了，比特币再次踏上上涨周期，Coinbase 总营收重回60亿美元，有望逼近高点。而这次反弹不再是依靠手续费硬撑 ，Coinbase 正在发力布局非交易收入板块，订阅服务、USDC 存币利息、Base 链生态带来的清算托管，都开始形成了稳定的现金流。更关键的是，传统机构开始入场，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Coinbase 把合法合规的管道打通了。这一轮反弹不只是依靠行情，更依靠其营收的结构化调整。这个图展示了 Coinbase 每股净利润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Coinbase 的盈利能力堪称过山车。2021年，它的每股收益一度飙升到16美元，把整个加密牛市吃得干干净净。高频交易叠加高额手续费，利润远超华尔街预期，市场一片惊艳。可惜好景不长，2022年的 Coinbase 迎来了上市以来最惨烈的一年，全年每股净亏损高达8.4美元，远远低于市场本来就不高的预期。可以说是亏出了天花板。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衰退，而是整个加密行业的至暗时刻。更要命的是，就在整个市场节节败退的同时，Coinbase 却依然保持着高昂的运营开支，研发、法务、人力一样都没省。这直接拖垮了它的利润，甚至让 Coinbase 在那一年成为少数几个亏得最彻底的头部平台。也就是这一年 ，Coinbase 的光环彻底破碎。2023年，在连续经历了2年亏损之后，Coinbase 终于止住了下滑，全年每股盈利基本回到盈亏平衡线附近。这一年也是 Coinbase 自救的开始，它通过大刀阔斧的削减成本，优化组织结构，同时加快推进非交易收入布局，初步实现了运营修复。虽然盈利依然不显眼，但是已经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Coinbase 试图站起来。2024年，随着币圈行情回暖，Coinbase 的每股收益重返9美元以上，但距离2021年的历史高点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你会发现 Coinbase 的盈利极度依赖市场行情的起伏，是标准的周期股。一旦市场翻脸，波动就会直接打在它的财报上。经过2年的沉寂之后，在过去的这一年 ，Coinbase 的股价强势反弹，全周期碾压大盘。这波反弹彻底打脸了空头，无论是短线还是中长线 ，Coinbase 都全面跑赢了标普500。近3个月涨幅高达62%，而标普仅为5%，说明资金疯狂回流，市场情绪得到全面修复。近9个月的涨幅更是高达81%，反映出从2023年中以来的反转行情已经成为共识。即便拉长到1年维度 ，Coinbase 依然领先大盘3倍有余。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Coinbase 不仅仅是比大盘强，更是在强者中脱颖而出。不过你要是细看，会发现一个小细节。Coinbase 近6个月的涨幅实际上只有10.65%，这说明 Coinbase 的股价是在震荡中上升的，反映出其股价修复过程中的强波动性。我们再来看成长这一块，短期看 Coinbase 的恢复力度已经相当猛了，营收同比增长76%，基本可以确定平台的业务量在加密市场反弹后迎来了一波集中爆发。更关键的是，每股收益也涨了5%。也就是说 ，Coinbase 不光赚得多了，其赚钱能力也终于开始恢复。从这2个指标综合来看，很明显 Coinbase 正处于穿越寒冬走出谷底的关键节点。其爆发力虽然还不如牛市巅峰，但反弹斜率已经拉得很陡峭，动能储蓄充足。不过你要拉长视角来看 ，Coinbase 的3年复合增长率就有点一言难尽了。其营收的3年复合增长率为负，每股收益在过去3年也下降了20%。这说明 Coinbase 这家公司过去这几年走的是典型的过山车路线，牛市的时候飙得飞快，但是熊市一来就跌下去一大截，回撤幅度非常吓人。Coinbase 盈利不稳定，业绩波动大，靠天吃饭的属性非常明显。行情好的时候它赚得飞快，但是行情一凉它就冷得彻底。所以说这种高度顺周期外加高波动盈利的商业模式注定不适合保守的投资者。作为 Coinbase 的投资者，你必须要有一些抗震等级，耐得住周期，熬得过回撤。也正因为此，一旦行情来了，公司又能掌控住节奏，爆发力也是非常惊人的。除了周期性带来的业绩波动 ，Coinbase 还有一个值得投资者高度警惕的信号，那就是自由现金流的大幅下滑。数据显示，2024年 Coinbase 的自由现金流同比暴跌超过60%，这个数字并不小，而且也不是孤立的现象。背后可能有2种解释，要么是 Coinbase 在加大投入，比如说加码 Base 链、
搞合规、搞大研发，这些都是战略性支出，要么是它的经营现金流本身就不稳定，这就不只是亏得多的问题了，而是亏得久外加回得慢的结构性风险。一家公司如果持续烧钱，又看不到足够的高质量现金回流，那么时间一长，其估值就容易被市场打折，甚至拖累下一轮估值的重新评估。一个公司短期可以讲故事，但是长期必须要依靠现金流撑底，这块要是没有改善，就算 Coinbase 的盈利数据上来了，投资者心里也会打鼓。下面我们再转入 Coinbase 的盈利性分析，在这部分我们分析了包括毛利率在内的5大指标。在毛利率这一块 ，Coinbase 交出了一份近乎变态的答卷，高达85%，这个数字已经不是一般金融平台能够触及的水平了，直接对标诸多科技巨头。这就意味着 Coinbase 的商业模式早就已经彻底数字化，在平台的每一笔交易中付出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被忽略。这样的公司运营的越久，用户就越多，摊销下来的成本就越小，利润反弹的势能就越大。这种越大越赚钱的结构，正是平台公司最大的护城河。而这种结构还有一个特别诱人的特性，那就是只要收入开始上涨，利润就能像开闸一样爆发。这是传统银行和券商所不具备的想象空间。不过，看似亮眼的毛利率背后，Coinbase 的息税前利润率 EBIT 却只有9.8%，这就有点不协调了。你明明赚钱赚得很轻松，但是最后留下的钱却不多，这就说明 Coinbase 的经营开销相当可观，运营成本把利润吃得七七八八。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合规支出。别忘了 Coinbase 可是美股挂牌，受监管最严的加密交易所之一，要满足 SEC 的各种要求，光法律和审计费用就足以让人肉疼。还有一块大头就是研发投入，比如说它在自家 Base 链上的建设，有的是基础设施级的长期路线，这个赛道烧钱很猛，而回报周期却又很长。除此之外，海外扩张人力成本也是沉没开支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在他试图打造一整套合规护城河的过程中，这种烧钱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也就是说，Coinbase 目前的打法是为了长期地位，短期利润可以不那么好看。虽然 EBIT 看上去被运营收支压得喘不过气，但是 Coinbase 的净利润率却高达22%，这就很有意思了。这说明尽管 Coinbase 的主营利润率不算高，但是在财务优化上它玩得很溜。我们可以推测，它有相当一部分利润并不是靠经营赚得的，而是靠聪明钱。比如说，靠手头上大量的 USDC 现金来赚利息差，或者通过一次性的税务优惠、资产减值冲回，直接让净利润蹭得上去了。这其实正是 Coinbase 商业模式中的另一层。作为一个平台，它不光靠收交易费赚钱，还在做资金池运营。这就像银行靠利息差吃饭一样，当市场利率高，它又不怎么给用户利息的时候，那就像一台现金打印机。所以从财务结构来看，Coinbase 确实进入了一个利润多元化的阶段，它不再是那个单纯依靠交易量吃饭的粗放平台，而是开始具备了赚金融利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才是真正能够穿越周期、构建护城河的关键。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Coinbase 的收益率表现，净资产收益率 ROE 反映的是为股东赚钱的能力。Coinbase 当前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是15%，在市场动荡的环境下算是相当不错了。资产收益率 ROA 则是公司利用资产赚钱的能力。Coinbase 的资产收益率 ROA 为6.76%，这个数字听上去可能没那么炸裂，但是在金融科技赛道中算中上水平。尤其是考虑到 Coinbase 不是一家靠高杠杆运营的公司，它的盈利是在相对干净的资产结构下做出来的，含金量十足。每当提到 Coinbase，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它只是一个加密交易平台，但要真正把它摆上全球金融交易所的牌桌上来比一比，你就会发现这家公司不光是合格的，而且相当能打。目前全球主流的交易所和金融数据公司，比如伦敦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等，都可以拿来当做参考系。但是在这群老大哥中，Coinbase 竟然是分析师关注度最高的选手之一。光是华尔街就有超过30位分析师长期盯着他的财报动态，受关注度远远超过许多市值更大的老牌交易所。这就意味着 Coinbase 不光是个另类，更是资本市场眼中的潜力股。虽然 Coinbase 当前的市值还没有站上行业头部，但是它的估值增速、交易活跃度却是名副其实的顶流，投资者的目光几乎都离不开它。再看看运营模型，Coinbase 的轻资产外加高效的路径也非常典型。它的员工人数只有3772人，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1/4，是洲际交易所的1/3，连穆迪的1/5都不到。
但是人少不代表营业能力弱，反而说明它的业务框架已经高度平台化、自动化，靠云计算和算法就能完成大部分的交易和数据处理。这不是金融老兵的思路，而是纯粹的科技打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Coinbase 能够实现超高的毛利率，而又不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撑运营。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科技味儿极浓的金融平台，毛利率高，平台杠杆强，人均效率出奇。说白了，就是一家披着金融外衣的科技公司。过去一年，在整个金融交易所板块中，Coinbase 的股价表现可以说是风头最劲的黑马。一年的涨幅高达45%，一举拿下了亚军的宝座，仅次于德意志交易所的52%。要知道，Coinbase 面对的可是一些老牌劲旅，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洲际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这些传统的金融巨头，有的根基很稳固，有的背靠监管红利，但是他们的年涨幅都低于 Coinbase，甚至像穆迪这样的大象，年涨幅也只有可怜的12%，几乎是吊车尾。而 Coinbase 却用实际的股票价格涨幅证明了一件事：只要叙事对路，基本面上有看点，市场是愿意给它成长溢价的。尤其是在整个市场对加密资产监管趋严、宏观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下，它还能打出这种成绩，说明投资者已经不再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币圈平台来看待，而是把它放进了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比如说高成长性的科技股，甚至未来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这一轮股价走势不只是情绪的爆发，而更像是定价逻辑的切换。Coinbase 正在被重新定义。Coinbase 在过去一年的股价表现仅次于德意志交易所，远远跑赢了其他传统交易平台。这背后的原因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利好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加密市场的复苏无疑是最直接的催化剂。比特币与以太币等主流加密货币价格强势反弹，直接推高了平台的交易活跃度与手续费收入。其次，Coinbase 在利润结构上的优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是利息收入的提高，订阅服务收入的增长也在不断增强盈利的稳定性和抗周期性。同时，监管态度的转向也为市场注入了信心。无论是 ETF 的批准，还是合规进程的推进，都让投资人对 Coinbase 的正规军身份愈发认可。更重要的是，Coinbase 已经成为了华尔街分析师的宠儿。覆盖的分析师数量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种高关注度本身就会带来更多资金的配置倾向，进而进一步推高股价。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Coinbase 的负债情况。Coinbase 的财务杠杆简直是这个行业中的异类。对比许多传统交易所的高负债，Coinbase 的负债率只有44%。不是 Coinbase 不想扩张借钱，而是它根本不需要，因为 Coinbase 不是靠资产堆出来的交易所，而是一个科技驱动的自动化平台。它轻资产、低人力、高效率，把别人需要资本杠杆才能做到的事情，用技术无声的完成了。而这也是 Coinbase 抵御风暴的护城河。当市场波动剧烈时，高杠杆公司会如履薄冰，而 Coinbase 则稳如磐石。它用一种近乎克制的财务风格，打造了科技金融的新范式。同时 ，Coinbase 账上握着80亿美元现金，是所有同行中最多的，甚至比第二名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还多了将近1倍。在加密行业动荡不断、监管频出、官司缠身的环境中，现金就是生存的底盘。扩张的燃料，打官司的护身符。别的交易所省着花，Coinbase 却敢扩张贝斯链，直冲海外市场，正面对刚 SEC， 手里的现金就是它底气的来源。而且 Coinbase 的钱不是靠借来的，而是依靠平台质押、USDC 利差等轻资产方式稳定滚进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韧性，不靠烧钱，也不怕断粮。Coinbase 的年度营收增长率高达76%，是排名第二穆迪的5倍有余，远高于其他老牌金融交易平台。Coinbase 收入实现爆发式增长，主要由3股力量推动：一是虚拟货币交易量回暖，二是平台收入进行了结构化调整，三是包括 Base 链在内的许多新兴业务已经初具规模。这3股力量如同3驾马车并驾齐驱，推动 Coinbase 从单纯依靠佣金的 Web3 中介，向真正的加密基础设施平台迈进。在估值方面 ，Coinbase 的市盈率是57，在同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90。这意味着投资者愿意用57美元来购买公司未来每1美元的利润。换句话说，投资者对 Coinbase 的未来抱有不小的期望，但同时高市盈率的背后也可能意味着股价存在高估的风险。这种估值在传统金融圈中已经算贵的了，但是放在加密科技交叉的背景下，它的高成长性、高预期性也让这个价格显得没有那么离谱。尤其是和同样以平台盈利为主的芝加哥
科商业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等传统交易所相比，Coinbase 更像一只成长股，而不是一只稳定派发红利的老油条。这个估值不只是市场对加密牛市的下注，更是对 Coinbase 成为下一代金融中枢的提前认可。换句话说，资本愿意为 Coinbase 的未来支付溢价。所以回到大家关心的问题，这家公司贵吗？这家公司非常贵，但是值得投资吗？那需要看投资者相不相信 Coinbase 是下一轮加密浪潮出发的起点。从利润上来看，Coinbase 的22%虽然不及传统交易所中的头部玩家，但是依然稳居中上水平。尤其是考虑到它所处的是一个监管不确定性强、价格波动剧烈、技术迭代飞快的加密行业。要知道，能在一个如此动荡的行业里依然守住2位数的利润率，本身就是竞争力的体现。相比之下，伦敦交易所的净利润率不到8%，显得高估值外加低利润的矛盾突出。换句话说，Coinbase 正在用科技平台外加金融效率的打法，逐步缩小与传统金融巨头的差距。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传统交易所的稳健，Coinbase 的盈利结构依然面对显著波动。首先，加密货币本身剧烈的价格起伏，直接影响了平台的交易量和手续费收入，使其营收稳定性明显弱于传统金融机构。其次，全球各地对加密资产的法律认定尚不统一，合规成本高，突然的政策变化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即便是Coinbase目前的盈利能力尚可，但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及一些老牌交易所。下面我们来看看华尔街的分析师是怎么说的。在华尔街分析师眼中，Coinbase 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强烈看好的热情拥抱，33位分析师中有近一半给出了强烈买入或者买入的评级，足以看出市场对其加密金融基建转型的高度认可。另一方面，却也有48%的分析师选择了观望，仿佛是在说我们需要等一等，看看 Coinbase 是否真正能够穿越监管的雷区，维持长期增长的奇迹。这不是一场全员的狂欢，而是一场理性与希望交织的拉锯战。在满分为5的分析师评级体系中，Coinbase 获得了3.84分。虽然偏向于买入，但是也流露出一种谨慎的期待。多数分析师相信 Coinbase， 但是又不敢轻言无忧。尤其是在市盈率高、波动剧烈的背景下，这份乐观的共识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信心与风险的暗流博弈。一句话总结，Coinbase 是那个让人想买又害怕受伤的对象，但越是这样，Coinbase 接下来反而越有可能成为剧情反转的主角。Coinbase 当前股价为$307左右，而分析师给出的平均目标价却只有$268，比现在低了12.7%。这就意味着多数华尔街分析师并不认同其目前的高溢价，市场价格有可能已经偏离了其价值。Coinbase 的未来是冲向星辰大海，还是被打回现实的泥潭呢？最乐观的分析师喊出了$400的高价，认为 Coinbase 将在加密金融基建这一全新赛道中释放出惊人的爆发力。他们押注的是一个 Web3 时代的高频交易中枢，是虚拟货币质押与稳定币收益驱动的金融创新引擎。但与此同时，也有分析师只给出$170的最低价格，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他们认为 Coinbase 未来交易量会萎缩，市场热情会消退，比特币价格的剧烈波动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到 Coinbase 的营收。当下 Coinbase 的股价已经超出了多数分析师的平均预期，这背后反映的是投资人对它未来想象力的激进定价，但究竟是高瞻远瞩还是过度兴奋呢？一场关于未来增长与现实估值的拉锯战正在悄然上演。Coinbase 是要飞得更高，还是已经飞得太远？这一切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各个量化因子的评级。其估值评级为 F， 意味着泡沫预警已经拉响，当前市盈率远超传统金融交易所的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市场根本不是在买一个公司的利润，而是在为 Web3 和加密交易的未来买单。说得更直接一点，投资者买的不是 Coinbase， 而是信仰。但是别忘了，信仰撑得起涨幅，也压得出血。一旦公司的增长没有跟上节奏，或者监管收紧，这个 F 级的估值随时可能变为断崖式回调的导火索。Coinbase 高估值的底气来自于它极强的成长性，年化营收增速高达76%，几乎是同行业水平的2倍。这无疑是 Coinbase 最耀眼的核心指标之一，所以 Coinbase 的成长性获得了 A+ 的评级。如果说高速增长是 Coinbase 不断向上攀升的动力源泉，那么盈利能力的回暖则是这家商业飞船重回正轨的关键转折点。最新净利润率达到22%，
尽管与一些老牌交易所相比依然有一些差距，但是需要注意，2022年的 Coinbase 还在亏损的边缘上苦苦挣扎。因此，此次反弹几乎可以说是盈利模式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然而，这种扭转事态是否意味着稳定转型，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所以 ，Coinbase 在盈利方面的评级为 B。另一方面 ，Coinbase 股价高速上涨的趋势正在不断强化投资者的信心。在过去1年 ，Coinbase 的股价已经悄然攀升了45%，这一涨幅在科技股中虽然不算突出，但是其背后释放的信号却非比寻常。这并非是单纯的估值修复，而是共识升温的有力表现。市场正在将 Coinbase 视为加密货币复苏外加 Web3 拓展的头号受益股，它不是备选方案，而是首选方案。在高关注度与高交易量的推动下，再加上当前良好的股价势态，其短期上涨动力依然强劲，所以 Coinbase 在股价趋势方面的评级为 A。另一方面 ，Coinbase 虽然成长强劲，但是股市却并未完全买账。过去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分析师下调了对 Coinbase 盈利的预测，这并不是情绪化的反应，而是基于其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所以在盈利预期这个维度上 ，Coinbase 目前的评级仅为 D 加，表明分析师在其未来几个季度的收入预期上明显转为谨慎。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Coinbase 当前的量化画像。从数据维度上来看，它的增长性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远超多数同行，股价动能也表现强劲。盈利能力虽尚未及行业顶尖，但是已经开始步入正轨，结构正在持续改善。但与此同时 ，Coinbase 也背负着估值泡沫之名，市盈率高达57倍，远远跑在了预期前面。同时，分析师对其未来的每股收益信心也不稳固，对公司盈利增速转向保守估计。一句话总结 ，Coinbase 未来上涨的想象空间很大，但是下跌的脆弱性也不容忽视。最后，我会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来评估一下 Coinbase 当前股价的合理性。如果你想要知道 Coinbase 目前的市场价格是否被高估，那么这一章节你一定不要错过。Coinbase 当前的股价高达$307。为了评估这个价格是否合理，我利用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进行反向建模，从当前市场价格出发，反推出当前市场价格所隐藏的对 Coinbase 各项金融指标的预期。分析的结果令人震惊。想要支撑 Coinbase 当前的股价，公司需要在未来5年的时间内维持年复合收入增长率80%，同时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要高达60%。那么这两个核心假设是否合理呢？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根据反推 DCF 模型，我们得出，如果当前股价合理 ，Coinbase 必须在未来5年维持60%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这意味着 Coinbase 每赚$1的营收，就必须要转化出$0.6的自由现金流，进入公司可支配的现金流池。这个水平有多高呢？让我们来看几个参考值。苹果公司被誉为利润机器，其自由现金流利润率通常在25%至30%之间。谷歌也保持在20%至30%之间。Meta 则稳定在30%，甚至高度金融化业务模式也与 Coinbase 更为接近的 Robinhood， 其自由现金流率也只有36%。换句话说 ，Coinbase 若想要维持60%的自由现金流率，不仅要远超上述所有的科技巨头，还需要在维持高速成长的同时，极度优化成本结构。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但是显然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预期。从历史数据来看，Coinbase 在2021年的牛市高峰，其自由现金流利润率仅为34%，而在过去的一年2024年，其自由现金流利润率仅为29%，而且这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不可持续性来源，例如股权激励调整等。这说明，即使在加密市场的牛市中 ，Coinbase 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最多也只有30%左右，远未能达到 DCF 模型倒推出来的60%的水平。所以结论非常明确，一个60%的自由现金流率几乎是不可持续的异常值。除非 Coinbase 停止所有研发，砍掉市场推广，否则其运营成本不可能压缩至一个可以支撑60%自由现金流率的水平。因此，若想要支撑当前的高股价，Coinbase 必须达到一个超越历史的表现，远高于同行且高度理想化的盈利状态，这在估值上的风险极大。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DCF 模型中另一个极其关键的参数，未来5年收入复合增长率。未来5年收入复合增长率80%，这个数字意味着 Coinbase 的收入要在未来5年内翻6倍。
那么这个数字合理吗？2020年到2021年赶上加密市场牛市爆发，Coinbase 的收入从13亿美金飙升至78亿美金，增长了约500%，堪称火箭起飞。然而紧接着2022年一轮暴跌，收入腰斩，从78亿掉到29亿，暴跌63%。虽然最近2年稍有恢复，从29亿反弹至67亿，对应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52%，但是这只是部分修复，还远远没有回到巅峰。所以如果你要相信 Coinbase 未来年复合增长率可以达到80%，你必须要相信3件事情会同时发生。第一是一轮超级的加密牛市，第二是整个 Web3 生态的爆炸式落地，第三是各国监管配合顺利，所有政策全线放水。说白了，这是一个极度乐观的假设，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需要你对下一轮的加密周期拥有足够多的信仰。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Coinbase 现在的股价合理吗？我们用 DCF 模型反推出了2个关键性假设，一是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要达到 60%， 另一个是未来5年的收入复合增长率要达到 80%。 这2个假设放在一起构成了当前307美元的股票价格，但是这2个条件都极为苛刻，所以结论是当前 Coinbase 的股票价格并无法被自由现金折现模型合理化，当前股票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风险。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 Coinbase 的全面分析，最后我来总结一下，并且谈一谈自己的思考。过去的4年时间里， Coinbase 的收入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 Coinbase 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靠手续费吃饭的单一交易所了，它正在转型为一整套的加密金融基础设施。其收入中，订阅与收入服务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35%， 这部分收入的稳定性极强，抗周期能力也很强，因此 Coinbase 的业绩正在强势反弹。2024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76%， 每股收益也由负转正，这背后是加密市场的回暖，以及稳定币托管等业务线的全线崛起。与此同时， Coinbase 的合规护城河正在成型，它已经获得了美国与欧盟等多个国家的主流监管牌照，成功转型为比特币现货 ETF 的核心托管方之一，这为其在机构市场打下了坚实的信任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Coinbase 的估值压力正在悄然浮现，它目前的股价已经接近过去52个周的高点，市盈率也达到了57倍，而华尔街给出的平均目标价格也低于当前股价。更关键的是，我们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 反推的时候，几乎无法用合理的变量支撑当前股价。同时 Coinbase 的经营也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首先是监管的不确定性，加密行业始终游走在红线边缘，任何的监管收缩都有可能重塑市场格局。其次 Coinbase 高度依赖于美国市场，一旦美国政策或者资本市场产生变化， Coinbase 可能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更关键的是，加密行业周期性极强，从高潮到寒冬，涨幅动辄数倍，跌幅也可能血流成河。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安全与运营的风险。中心化交易所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黑客、宕机、资金流失都不是罕见新闻。所以在投资 Coinbase 之前，你一定要明确 Coinbase 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所股票，而是一台正乘着 Web3 和加密周期飞驰的高波动火箭。那我对 Coinbase 的观点是什么呢？经过上述分析，我对 Coinbase 秉持着一种中性偏谨慎的看法。一方面，我觉得 Coinbase 在短期内再遭遇暴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我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其后续收入的增长情况，判断其未来的营收表现能否撑起当前已经被高估的股价。所以我会谨慎地留意 Coinbase 接下来的动态，不急于做出买入或者卖出的投资决策。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投资建议。也请屏幕前的你保持独立思考，不要根据我的分析或者观点进行任何投资决策。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样深入的财经分析，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最后别忘了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你的关注是我做出优质节目最大的动力。我是 Eric， 带你看穿资本市场的迷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